好吧，今天我们来聊聊感应加热，该讲的始终会讲。继上一次做的电葫芦，有人问还有没有一种便捷灵活的熔炼金属方式，所以本期我将带大家了解一下感应加热，并且试着用它来熔炼一些金属，看看效果怎么样。那什么是感应加热？你们请看。升温是非常快，可能有些眼尖的朋友已经发现，这不就是平时用的烧水棒吗？有什么好说的？事实上，它的原理就是电磁感应。我这里有一个公平变压器，我把它插入电源，因为接入的是一个交流电，所以也会是一个交变的磁场。在里面放了一根导线，那么这根导线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这一点是没错的吧？现在我把两头连接在一起，形成闭环，可以看到有电火花产生。因为有电阻存在，导线有电流流过就会发热，温度瞬间就上来了。感应加热线圈会使被加热物体产生感应电流，对于块状金属或是管状金属里面就是一个闭环电路，所产生的电流有点像是漩涡，所以也被称作涡流。感应加热就是靠内部电流产生热量。至于说把生命体放进去能不能加热，显然是不能。因此我们能看到一些变压器或是电机里面的磁芯为什么要用一片一片的金属叠加而成，换成一个整体不好吗？当然不好呀。这个是硅钢片，导电性很差，而且每一片都是涂有绝缘层互相隔绝，就是为了减少涡流损耗，不然的话变压器或是电机直接就变成了感应加热设备，不到1分钟就能冒烟。当然了，磁性材料也有很多种，比如说铁氧体就是一整块。我们平时家里用的电磁炉也正是利用这一原理来加热食物。我们很多人将这种加热装置统称为高频加热，其实也有用低频加热、中频加热，对应不同的加工要求选择不同的频率，频率越高，电流则会集中在金属表面，表面升温越快，这个就是屈服效应。淬火加工对这方面有一定的要求。这些感应加热用的是 ZVS 电路，其作用就是把直流电变成中高频的交流电。这个小 ZVS 我就用来配合高压包升压，也算是个不错的高压电源方案。同样也可以用来感应加热，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感应加热的原理。今天我就用 ZVS 电路来作为熔炼测试，当然我也是比较推荐用这种方案，锁相什么的比较麻烦。像那种专业的感应加热设备，他们用到的技术比较复杂，有些技术作为一种商业机密，并不会公之于众，所以我也不清楚，毕竟技术就是金钱嘛。至于 ZVS 电路，网上随便搜索就能找到，自己大棚焊接或是买块电路板焊接就行了。我这个是直接网上买的，不折腾。本期不谈 ZVS 的工作原理，只是了解一下感应加热的原理就行，以及大家最关心的是它能融化什么金属。电源用的是48伏的通讯电源，峰值功率2900瓦。值得一提的是 ZVS 电路固然简单实用，但是运行时必须时刻注意到它的功率，如果没有足够的 MOS 管来换，建议实际使用电流为标冲值的 70% 左右，这样比较稳妥。比如说我这个 ZVS 加热用这个电源的话，极限功率在2400瓦，我认为在1800瓦以下运行是比较明智。如果是自己搭建测试阶段，千万别直接搞个干锅放上去就上电加热，大概率会超负载损坏 MOS 管，应该弄个电流表或是功率差做观察。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刚刚上电时 MOS 管坏掉了，这个 ZVS 也是第一次用这么高的电压运行，平时也就是24伏的电压驱动，如果用的是40伏以上的电源，大概率是因为尖峰电压击摔 MOS 管问题。而坏消息是我已经换好 MOS 管，并且补了个尖峰电压吸收电路上去，没办法，视频还得继续做。
空载功率接近300瓦，放入螺丝刀，功率接近600瓦。石墨钢锅完全放入，峰值功率接近1300瓦，在冒矢管可承载功率范围内。准备了一些铝制的易拉罐，直接从660度熔点的铝开始吧。在使用这种石墨模具时需要预热，铸模品质要好很多。我这个没有预热，反正也只是演示一下。现在要挑战的是1080度熔点的铜。铜的流动性比较好，铁的熔点是1538度。感应加热是可以融化铁，只不过我这个熔点比较吃力，毕竟功率就摆在那里。我相信也没人用这个来融化铁吧，毕竟成本划不来呀。总而言之，一般的家庭金属废料都能应付，感应加热确实比较快速便利。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像是黄金啊？有空教你们来电镀和烤色。好吧，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